对于金日成而言，1991年5月27号是他人生中最漫长的一天。朝鲜劳动党在当天宣布接受南北双方同时分别加入联合国。4个月后，朝鲜与韩国成为了联合国第160与161位成员。在朝鲜半岛，加入联合国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朝韩同时加入联合国，意味着双方都承认朝鲜半岛上有2个合法政权。在过去的40年间，朝鲜从没在单独入联一事上低头。为何金日成在1991年不得不转向？苏联解体只是诱因，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压力才是事件背后的真相。在朝鲜民族的视角里，半岛分裂的罪魁祸首永远是李承晚一人。1948年8月15号，为实现个人野心，李承晚在美国的支持下宣布半岛南部率先建国，并将国名定为大韩民国。大韩民国是李承晚个人野心与美国全球政策结合的结果，其本身合法性很低。建国之后的李承晚也将大多数精力用在了镇压不同意见上。为了让自己的总统位置做得长久，李承晚除了排除异己之外，加入联合国提升政权合法性也成为他的选项之一。1949年1月19号，李承晚政府致电联合国，要求韩国以朝鲜半岛唯一合法政权身份加入联合国。这个离谱的要求当然没有获得联合国的重视，但却令半岛北方政权大感震惊。在他们看来，加入联合国意味着韩国不管能否统一半岛，都将成为一个获得国际社会承认的合法政权。一旦韩国入联，那么便无法通过非法性攻击南方政权。对于北方而言，这会增加国家统一的难度。于是北方在得知南方尝试入联的同一时间，就要求联合国不仅要否定韩国的提案，同时还要单方面接纳自己进入联合国。这是朝鲜半岛上的政权第一次进入联合国的尝试，而最终结果是韩国的提案被苏联一票否决。朝鲜的申请因美国的阻挠，连安理会的门都没进去。在这次尝试结束之后，朝鲜虽然对于有美国参与的联合国充满不信任，但也意识到了联合国在当今秩序下的作用。如果没有发生其他情况，以何种形式加入联合国将成为朝鲜半岛上2个政权都必须面对的问题。但朝鲜战争彻底改变了朝鲜对联合国的看法。当所谓的联合国军粗暴干涉北方政权对南方的统一行动时，朝鲜对联合国的看法瞬间从美国参与的机构转变为美国操控的机构。于是朝鲜不仅对加入联合国兴趣大减，同时坚决反对韩国与联合国产生任何形式的关系。在冷战时代，朝鲜对于入联一件事的底线就是我可以不进入，但韩国一定不能进入。即使在50年代苏联有意说服朝鲜接受2国同时进入联合国，金日成在这一问题上也从未妥协。然而半岛上不只有朝鲜一家，韩国在冷战中的所作所为最终成为了朝鲜入联的第一个突破口。李承晚政府时代，韩国对于加入联合国一事极其热衷。自1948年韩国混上联合国观察员开始，韩国几乎3天2头申请单独加入联合国。李承晚政府非常清楚，与美国利益相左的事情在联合国永远无法通过，因此加入美国主导的联合国就相当于在现行国际秩序下获得了免死金牌。整个50年代，韩国4次入联，然而苏联出于阻止西方阵营获得更多票数的目的，从未准许韩国迈入联合国的大门。不过当时的韩国也知道，南北双方同时进入联合国就是默认国家分裂，因此他们虽然没有像北方那样比起加入更热衷于阻止另一方加入，但也从没提出过南北双方同时加入联合国的提案。韩国的第一次改变发生在朴正熙时代，当时间来到70年代，韩国已经从经济泥潭中走出。此时的朴正熙在发展经济之外，也希望能为韩国营造出更加和平的发展环境。他先是在1972年7月与朝鲜达成朝鲜联合声明，建立双方和平统一的讨论基础，又在次年发表和平统一外交政策宣言，表示在不影响统一的前提下，韩国原则上不反对双方同时加入联合国。这是南北双方中有一方第一次允许另一方进入联合国的表态。在朴正熙看来，接纳朝鲜进入美国主导的联合国是他抛出的橄榄枝。然而当消息传到平壤，朝鲜却把这个表态理解为朴正熙在有意坐实半岛分裂。朝鲜当即表示，只在南北一个国号一个席位的情况下同意加入联合国。热脸碰了冷屁股之后，朴正熙也感到灰心。然而另一件事让他不能不彻底放下入联这件事。1975年，北越以风卷残云的态势攻灭南越，越南实现统一。而在南越短短20年的历史当中，从未混上联合国正式会员的身份。在当时的韩国看来，即使本土驻扎着所谓的联合国军，但是没有会员身份，自己自始至终也是个边外人员。于是在韩国政府的支持下，韩国各个部门在冷战后期积极运作。
他们将南北双方同时加入联合国作为韩国的入联方针，并将此方针在西方阵营乃至世界范围内广而告之。宣传攻势配合汉江奇迹后，韩国对外的经济攻势到80年代中后期，已有超过50个联合国成员国表达了对韩国方案的支持。这种支持虽然只停留在口头层面，但对于韩国而言，只要做好准备，等风来便可成功。而韩国人最终等到了他们的东风。韩国不能在冷战时代入联的根本原因并非朝鲜反对，而是站在朝鲜背后的大国在韩国希望单独入联时，从未吝啬过一票否决权。然而当时间来到80年代末，朝鲜背后那个大国苏联却开始出现了大问题。随着戈尔巴乔夫掘墓式的改革，苏联放弃了东欧，红色阵营旧有的经济体系也濒临瓦解。在失去了苏联提供的廉价粮食与能源之后，朝鲜经济在一夜之间濒临崩溃。而更大的噩耗则是1990年9月，苏联未征求朝鲜同意就同韩国建立外交关系。在苏韩建交后，时任韩国总统卢泰愚邀请戈尔巴乔夫访韩，戈尔巴乔夫不仅欣然允诺，还在来到韩国后公开支持韩国加入联合国。苏联的态度转弯不仅令朝鲜感到诧异，也让朝鲜感受到了危险。韩国在此前宣传的方案一直都是朝韩两国同时加入联合国。这个方案中最大的受益者虽然是西方体系内的韩国，但在外界看来，这个提议对朝鲜而言也是平等的。因此，当这一方案获得了大多数国家允许之后，一旦朝鲜自己拒绝进入联合国，那么将会产生韩国单独被接纳进联合国的状况。而对于朝鲜来说，这无异于在冷战后秩序中彻底成为国际孤儿。此时的朝鲜仍不愿意放弃阻止韩国进入联合国的政策。如今苏联依靠不上了，他们唯一能想到的靠山就只剩下了中国。在新中国重返联合国之后，我们也曾多次对朝韩入联问题进行过表态，即使在80年代中美关系缓和期，事关半岛的问题上，中国也一直都站在朝鲜一方。如在1986年伊丽莎白2世访华期间，中方在谈及国际局势时就明确表达，同时加入方案不利于解决半岛问题。但中国偏向朝鲜的大前提就是美苏间存在战略平衡，对朝鲜的支持不会为我们自己惹上麻烦。而苏联的光速回旋改变了这一切。在苏联与韩国建交之后，中国要考虑的是否与已成为重要国家之一的韩国建交。在此时，再为了朝鲜的体面而拒绝韩国进入联合国，已经是违背大势的做法。在戈尔巴乔夫出访韩国当月，朝鲜邀请中国领导人访问朝鲜。在访问过程中，中国并没有直接要求朝鲜接受韩国方案，而是委婉地表示，如果因朝鲜不接受韩国方案而导致韩国试图单独入联，中国将非常为难。此时的金日成虽已年近80，但他还是听出了中国在极端情况下将不反对韩国单独入联的话外音。在送走了中国代表团之后，金日成陷入了沉思，而沉思的结果就是在5月27号做出接受韩国方案的决定。1991年9月，韩国方案在联合国顺利通过，朝韩同时进入联合国。对于朝鲜而言，这并不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反而是多年坚持后的失败结局。不过对于他们而言，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因为朝鲜接下来要面对的将会是他们不愿再提及的虎难行军。自1947年摆脱英国殖民统治以来，印度经历了独立发展到成为区域强国的转变。在这个漫长的历程中，印度的外交战略和政策根据印度的国际地位和国内需求发生了多番变化。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不仅仅是一个邻国的代名词，更是印度制定和调整外交策略时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总的来说，印度几乎是在利用中国因素来塑造其在南亚的霸权地位。印度是如何运用中国民意的？印度南亚霸权思维的由来可以追溯到其文明的发展历史。印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4大文明之一，在漫长的历史当中，位于南亚次大陆中心的印度曾经多次成为该地区的领导者，如猫里昂帝国、古普塔帝国和莫卧儿帝国等。这些帝国曾经将其统治和影响力扩展到南亚的大部分地区。而在这些帝国的扩张过程中，曼陀罗主义逐渐形成并兴起，成为了印度的思想界的主流。曼陀罗主义者认为，国际关系就是一种以征服者为核心的动态等级体系，将邻国视为敌人，这可以认为是印度霸权思维的雏形。而不幸的是，当代印度的重要领导人除了甘地之外，几乎都对曼陀罗主义很感兴趣。除了历史因素之外，其丰富的文化和宗教传统也对其外交思维产生了深刻影响。印度大多数人口信奉印度教，
印度教的信徒认为自己是印度文明的继承者和传承者，对自己的历史和文化有着强烈的自豪感和优越感。印度教的教义也强调了印度教徒的特殊地位和使命，认为他们是神灵的选民，有责任维护和传播印度教的价值和法则。这些观念导致了印度教徒对其他宗教和民族的排斥和轻视，以及对自己在南亚地区的领导和影响力的渴望和追求。殖民遗产也是导致印度霸权心态的一个重要因素。从18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印度被英国殖民了近2个世纪。英国的统治对印度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也在塑造印度外交关系方面也发挥了关键作用。在统治印度后，英国积极利用印度的地理位置和资源，建立了一个以印度为中心的东方帝国，与其他欧洲殖民国家争夺亚洲和非洲的市场和势力范围。印度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见证了英国在亚洲和世界的强大地位，这使得印度在独立后也有了实现自己的大国梦想和地区领导权的野心。也是在这一时期，他们将英国的外交思维带给了印度精英阶层。在英国的对外战略思维中，缓冲国理论和战略边界理论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所谓的缓冲国理论就是与周边大国建立缓冲区，而战略边界理论则是搞乱强大的邻国来保障自身的安全。印度独立之后，这些思维同样被印度所继承，而这些思维落到实践中，就是印度历代政府均试图利用中国打造印度的南亚霸权。领导了印度独立运动的尼赫鲁总理从印度的民族利益出发，把保证印度的安全和经济发展、追求大国地位作为印度外交的主要目标。尼赫鲁认为，中国能够成为印度实现其大国目标的良好合作者。在这一思想的引领下，印度成为了第一批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而尼赫鲁更是第一个访问新中国的国家元首。在中印交往的过程中，中国提出了和平共处5项原则，印度认为这很符合他们的国家利益，将其包装为印度教理念，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不结盟运动的设想。然而，在对外表达和平友善的同时，霸权思想根植骨髓，宣言要将印度建设为有声有色的大国的尼赫鲁，在南亚地区的政策却完全相反。他带领印度强势吞并了在印巴分治方案中应该听其自由选择的土邦，控制尼泊尔、不丹和西京这样的邻近小国，对巴基斯坦虎视眈眈，同时还意图在中国西藏搞事儿。在印度眼中，既然中印友好了，中国就应当接受印度方面的主张，他们恨不得立即恢复英属印度时期英国人划下的那条中国从未承认过的麦克马红线。中国当然不同意这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要求，中印之间在边境问题上一直相持不下，中印双方高层都十分清楚中印合作对两国的重要性，因此中方高层希望暂时搁置争议，但是印度方面却不是这么一回事。印度一边与中国进行种种国际合作，一边在边境蚕食中国领土，以建立他们与中国的缓冲带。起初中国认为中印矛盾不是主要矛盾，对于印度的小动作提出了抗议，但是并没有动手。结果印度就认为中国默许了他们的举动，于是进一步加速蚕食。印度这种得寸进尺的行为导致中印边界问题逐渐恶化，最终在1962年，中国忍无可忍，发起了对印自卫反击战。这场战争令印度吃到了一个惨痛的教训，印军被打得落花流水，而且世界各国大多认为战争的责任在于印度，并不愿意声援印度。这让印度吃到了一个教训，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没有敢继续在边境挑事招惹中国，但是也让印度的自尊心大大受挫。出于这种原因，印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对中国抱着一种愤恨敌对的态度。1964年，大受打击的尼赫鲁因病去世。在这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权力斗争，英迪拉成为了印度的掌门人。英迪拉上台之后，力推强硬外交政策，仗着苏联的支持，把想要在南亚地区搞霸权的企图直接摆在了明面上。他大搞军工建设，加强对周边小国的控制，在1971年成功把巴基斯坦拆分成了2个国家，还在1975年完全吞并了西京。希望推行南亚霸权的英迪拉，对于他眼中会成为印度在南亚的对手的中国，自然没有什么好态度。他在任后期自视军事力量已经得到了发展，又组织印度军队在边境大举演习，还提出了所谓进攻政策。不过，英迪拉的对抗性对华政策并没有产生太多积极成果，反而加剧了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和不信任。1984年，英迪拉遇刺后，拉齐夫甘地继任。此时的苏联已经在争霸当中显出颓势，不足以完全庇护印度。
这让拉吉夫甘地意识到印度需要改善与中国和西方的关系，使其选择和合作伙伴多样化。在这种思想的引领下，拉吉夫甘地启动了与中国的正常化和对话进程。1988年，他对中国进行了历史性访问，会见了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国领导人，讨论了边界争端、经贸合作、地区和国际事务、文化和人文交流等广泛问题。在拉吉夫甘地访华之后，中印关系全面恢复正常化。虽然拉吉夫甘地本人在2年后遇刺，但是他之后的联合政府也继续并巩固了与中国的正常化和对话政策，并寻求加强两国之间的接触与合作。在拉吉夫甘地之后，除了1998年印度搞出原子弹的时候，因为中国的反对，两国关系僵持了一段时间之外，印度与中国的关系整体上看是在向着深化合作的方向发展的。不过，与中国缓和关系并不代表着印度就与中国没有分歧了，他们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国际环境的压力。在内心深处，印度还是不肯放弃南亚霸主的野望，深切担忧中国势力进入南亚会威胁到印度地位。在这种心态的影响下，印度一边和中国友好合作，一边却也在不时挑动事端。纵观印度外交政策的发展，人们不难看出，印度就是什么好处都想占。一方面，印度寻求与中国的合作，希望能够通过这种合作促进区域稳定，同时获取更多的利益。然而，另一方面，印度却不愿意看到中国影响力的提升，因此想方设法要把中国排出南亚之外。想法固然很诱人，但是想要将这种设想变为现实，却存在一系列的问题。中国不是印度的傀儡，想要一边从中国拿好处，一边损害中国利益是不可能实现的。印度的政客们心里当然也有数。为此，印度政府其实一直很小心地在对华友好与强硬中寻找一个合适的平衡，但这种平衡想要完好也并不容易。在中国人看来，印度适当的放弃霸权主张会令印度走得更快更远，但是显然印度方面不愿意接受这种认知，这就导致在未来印度政府的政策推行恐怕会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和挑战。